离婚7个月后，我挺着6个月孕肚去产检，遇见失魂落魄的前夫，他手里的不孕诊断书掉落在地，痛哭下跪求原谅。那张诊断书被拍在茶几上的时候，我正蹲在浴室地板上刷瓷砖缝。周母的手掌落在木质的茶几面上，发出啪一声脆响。他大概用了10足的力气，手心里那张纸的边缘被拍皱了，折出一道深深的竖痕，但上面印着的字仍然清清楚楚：某某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常规检查报告单。结论那栏印着一行宋体字：双侧输卵管通畅，卵巢功能正常，未见明显异常。这是3周前我做的检查。我本来想给周家看，证明我没有问题，可是此刻那张纸被揉皱了，拍在桌上，旁边坐着叉腰站着的周母和他身后那个低着头的男人周怀安，我丈夫。不，很快就不是了。你自己看看，周母用指甲戳着那张纸的边角，通着有什么用？卵泡不长，内膜不长，你这就是个不结果的数。嫁进我们家3年了，钱花了多少，中药喝了多少，连个动静都没有，你还赖着不走。我直起腰来，手里的刷子还攥着，漂白水的味道从指尖漫上来，在客厅温热的空气里散开。那一瞬间，我忽然很想笑。那张单子上写的明明白白，我没有问题。他们看不懂，或者故意看不懂，反正结论已经定了。妈，我的声音从喉咙里挤出来，比预想的稳。这张单子说明我的身体没有器质性病变。如果一直怀不上，建议怀安也去查一查。你什么意思？周母像被踩了尾巴一样跳起来，眼睛瞪圆了。你嫌我们家怀安不行？他跟他爸一样，体格好得很。是你自己肚子不争气，还要推到我儿子头上。他身后的周怀安始终低着头，一只手插在裤兜里，另一只手指尖捻着沙发扶手的布面。他没有抬头看我，也没有替他妈说的那些话做任何修正。窗外的阳光从客厅大窗照进来，落在他后背上，把他整个人照成一片逆光的剪影，看不清表情，但他肩膀的线条是塌着的，那种他不是疲惫，是早就想好了要站哪边，已经站好了，不再多看一眼的那种他。怀安，我站在浴室门口，手里还举着那把刷子，瓷砖缝里渗出来的水沿着我的指节往下滴。你说句话。他终于抬起了头，目光从茶几上那张皱巴巴的报告单上移到我脸上，嘴唇动了动，开口的时候声音像含着一口沙。阿宁，我妈年纪大了，她想要个孙子也是正常的。咱们结婚3年了还没动静，老人家急是应该的，所以我是不结果的数。我没这么说，但你也得体谅他。他又低下头去了。我站在原地，手里那把刷子攥得紧紧的，塑料手柄的边缘硌进掌心的肉里，有点疼。周母在旁边哼了一声，抱着手臂坐回了沙发上，翘起腿，用一种我说了你听着就行的姿态翻了个白眼。那天晚上我做饭的时候手很稳，炒青菜的时候油锅没溅出来，蒸鱼的时间掐得正好，汤里放了玉米和排骨，味道鲜甜。周怀安吃的比平时少，筷子在碗沿上扒拉了几口就放下了。周母倒是一筷子接着一筷子，边吃边说也不知道还能吃上几顿。我收拾碗筷的时候没说话，洗碗的时候水龙头的声音哗哗的响着，泡沫裹着油渍从指尖滑下去，流进了下水口。我洗完最后一个碗，擦干了手，
把围裙解下来叠好挂在挂钩上，然后走进卧室，从衣柜最下层翻出了一个旧旅行袋，把几件衣服、一本存折、一张身份证、一本结婚证塞了进去。那本结婚证是我最后拿的，封面上结婚证3个烫金字在台灯光下闪了一下。我翻开看了一眼里面那张照片，3年前拍的，我和周淮安穿着白衬衫坐在红色背景前面，他侧着头看我笑，嘴角弯得高高的。那时候他还会在我烫手的时候帮我接过锅铲，还会在下雨的时候把伞往我这边偏。那些事后来慢慢就没有了。从第1年年底他妈第一次催生开始，他看我的眼神里就多了一层东西，像一层薄薄的灰，落在我身上，越落越厚。我把结婚证从封皮里抽出来，折好放进了包里最深的夹层。第2天早上天刚亮我就醒了，周淮安还在旁边睡着，背对着我，呼吸均匀而绵长。我看了他几秒，然后悄无声息地从床上起来，把那个旧旅行袋拎在手里，穿好鞋，开了门走出去。客厅里周母还睡着，门缝下面透着1线台灯的光。我经过客厅的时候脚步很轻，但走到门口换鞋的时候，鞋柜上的钥匙框被我碰了一下，发出细碎的金属碰撞声。我停了一拍，回头看了看走廊方向，没有人起来。我推开门走了出去，门在身后合上的时候没有发出很大的声响，锁舌卡入门框的那一声咔嗒，在清晨安静的空气里格外清晰。我站在门口的台阶上，看到院角那棵桂花树的叶子在清晨微光里泛着一层薄薄的潮意，大概昨夜下了露水。远处有早起的鸟在叫，一声一声的，不怎么急。我深吸了一口气，那口空气带着深秋桂花残留的最后一点若有若无的甜香气，从鼻腔灌进肺里，凉丝丝的。我拎着旅行袋走上了街道，没有回头。走到公交站的时候，我才拿出手机，翻到通讯录里存了很久但从来没有主动联系过的那个号码。那个号码的主人叫陆恒，是我大学校友，去年在同学会上见过一次。那时候他已经继承了他父亲的公司，我在旁边听他跟别人聊投资和项目的时候笑得很淡，但站起来跟我碰杯的时候，他说了一句：陈宁，你眼睛还是跟以前一样亮。我当时笑了笑，没有接话。1年过去了，他朋友圈里偶尔发一些工作相关的动态，我从没点赞也没评论，但我记得他说那句话的语气，记得他站起来的时候椅子腿蹭过地面发出的一声轻响。我拨通了那个号码，响了大概5、6声，那边接了。他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带着一点清晨刚醒来的微微沙哑。喂，哪位？陆恒，是我，陈宁。那边沉默了1秒，然后声音立刻清晰了起来。陈宁，好久不见，这么早打电话。陆恒，我站在公交站牌下，看着面前那条在清晨阳光里慢慢醒过来的街道。我离婚了，刚出来的。电话那头安静了大概3秒，然后他的声音重新响起来，比刚才沉了一些，也稳了一些。你在哪？我去接你。我报了一个路口的名字，他说15分钟到，然后挂了电话。我站在公交站牌下面等着。清晨的风从街道那头穿过来，把我的头发吹得有些乱，我伸手别到耳后。远处有晨跑的人从拐角经过，脚步声有节奏的由远及近又由远。路边的早餐摊已经开了，白气从蒸笼缝隙里冒出来，
在晨光里散成一小团一小团的暖雾。那15分钟里，我的脑子几乎是空的，没有想那些旧事，也没有想接下来会怎么样，就只是站在那儿看着街道对面那排整齐的行道树被晨光照亮了一片又一片新叶，觉得空气里那股凉意从鼻腔灌进喉咙，再灌进胸腔的时候，带着一种陌生的久违的干净。一辆深灰色的轿车从街那头缓缓驶过来，在我面前停下，副驾驶的车窗降下来，露出陆恒那张轮廓分明的侧脸。他今天没有穿平时那种正式的西装，一件深色夹克，头发被晨风吹得有点乱，但眼神很稳，看我的时候目光没有往下飘，就那么怔怔地看着我，说了一句上车。我拉开车门坐进去，车里的暖气刚开，座椅皮革上还有一点凉意，但正在被空调吹出来的热风慢慢的捂热。陆恒没有问我你还好吗？怎么回事？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他只是把车重新汇入早高峰开始变多的车流里，安静的开了一段路，然后开口说了一句，你吃早餐了吗？前面有家粥铺还不错。还没。那先去吃早餐。那碗粥端上来的时候还在冒着热气，皮蛋瘦肉粥，上面撒了一把碎油条和葱花。陆恒坐在对面，面前也是一碗粥，但他没怎么动勺子，只是偶尔抬头看我一眼。我喝了第一口粥的时候，粥烫了一下舌尖，那个灼热的触感让我的眼眶忽然酸了一下，但我低下头又喝了一口，把那阵酸意压了下去。第二口下去的时候就暖了，从喉咙到胃都暖了，整个人像是从里到外被人轻轻地裹了一层温热的布。陆恒在我喝完半碗粥的时候终于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要不要先住我那边？我有一套空着的公寓，东西都是现成的，你直接搬进去住就行。我抬头看他，他迎着我的目光没有躲开，也没有那种施舍的姿态，就是很平地说，我不是在可怜你，我是觉得你既然打电话给我，就说明你信任我，我不想让你觉得你的信任是错的。我端着粥碗，碗壁的热度从指尖传上来，暖融融的。陆恒，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净身出户的。我知道，他伸手把自己那碗粥推到我面前，里面加了半勺辣椒酱，是我大学时候吃粥的习惯，先住下来，其他事慢慢说。那天上午，陆恒带我去看了那套公寓，在东区一个安静的住宅区里，7楼，电梯入户，一室一厅，但格局很宽敞，客厅朝南，落地窗外能看见一大片被晨光照亮的城市天际线。屋子里什么都有，沙发、床、厨房用具，甚至冰箱里还放着瓶装水和几盒鸡蛋。他站在玄关处没有进来，给我留了钥匙和门禁卡之后就走了，说你安顿好了给我发个消息就行。门合上之后，屋子里安静极了。我站在客厅中间，行李箱还没来得及打开，阳光从落地窗大片的涌进来，落在地板上，暖洋洋的一大片，把空气里的微尘都照成了缓慢浮动的金色细点。我原地站了很久，久到阳光从地板上移到了沙发靠背上，又从沙发靠背移到了茶几边缘。然后我蹲下来，拉开旅行袋的拉链，把里面那几件衣服和那本存折拿了出来。存折页面的夹缝里，那张折好的结婚证露出来一角。我把它抽出来，展开，对着落地窗外的光看着照片上那个还在笑的周怀安。
他那时候的嘴角弧度，跟后来在沙发上低头碾布面的弧度是同一个人，但也不像同一个人了。我把结婚证重新折好，放回了旅行袋的最底层，然后站起来，打开了冰箱，取出那盒鸡蛋，走进了厨房。那天的午饭是我给自己做的第一顿饭，西红柿鸡蛋面，在陌生的厨房里，用陌生的锅碗瓢盆。西红柿切块的时候，汁水沾了一案板，鸡蛋打在碗里，蛋黄完整浑圆，面条在沸水里翻滚了大概4分钟。我捞起来的时候，刚好是偏硬一点的口感，是我习惯的那种。我端着面碗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电视没有开，手机放在茶几上，安安静静的黑着屏幕。窗外的城市在午后的光线里呈现出一种我从未在这个角度看过的样子，楼群参差排列，远处有山峦的轮廓在薄薄的雾里淡成一抹灰色。我低头吃了一口面，烫的，咸淡刚好。那天下午我收到一条消息，是周淮安发来的，内容很短，没有称呼，也没有落款。妈早上起来发现你走了，让我问你什么时候回来收拾东西。你的衣服和化妆品我帮你包好了，你随时来拿。我看了那条消息2遍，然后打了5个字，不要了，都扔了，发送。然后把他拉进了黑名单。在陆恒那套公寓里住了大概1周之后，我开始慢慢把东西归置妥当了。旅行袋里的衣服挂进了衣柜，那本存折放在书桌抽屉里，被折好塞在包底的结婚证被我锁进了办公桌最下面那个带锁的抽屉里，钥匙收进了我平时带的那只零钱包的最内层。陆恒没有催过我做任何决定，他只是隔2天发一条消息来问问住得惯吗，缺什么跟我说。有一次他下班后顺路带了一袋水果过来，放在门口就走了。我等了2分钟才开门去拿，塑料袋上还带着超市冷柜的凉意。第7天晚上，他约我吃了顿饭，在一家安静的西餐厅，灯光调得很低，桌面上点着一小盏蜡烛，火焰在玻璃罩里微微晃动。我们聊了很多跟以前有关的事情，大学时的选修课，同班同学的近况，那条被拆掉了旧围墙的东区街道。没有聊那段婚姻，没有聊我的过去，也没有聊他为什么愿意在一个清晨开车来接一个3年没怎么联系的女人。直到甜点上桌的时候，他放下叉子看着我，忽然说了一句：阿宁，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你问。你今天早上对着窗户站了很久，在看什么？我愣了一瞬，他怎么会知道我今天早上站在窗户前？后来想起来，他大概是路过楼下，抬头看了一眼，看见了阳台方向站着的我。那扇落地窗确实很大，从楼下大概能看见窗边的人影轮廓。再看楼底下那棵银杏，我说叶子快黄透了。他点了点头，没有追问。过了一会儿，他说：我最近在想一件事，你听完了再决定要不要答应。我看着他，我那边的公司跟一家法国公司有个合作项目，需要有一个懂法务又懂项目管理的人长期住巴黎。我之前一直在物色人选，但没找到合适的。他顿了一下，你当年辅修过法语，考过项目管理证，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把这个项目交给你来负责。你人过去2年。我端着玻璃杯的手指微微收紧了一点。巴黎2年，从宜兰小镇到桃园再到这里，我已经很久没有想过去一个新的地方这件事了。我一直在别人替我做好的那个笼子里转来转去，
从周母安排的住处到周淮安选的家具，到那张被拍在茶几上羞辱我的检查单，所有东西都是别人画好了边界的。你让我去巴黎，是工作还是工作？他正视着我。合同按市场标准签，不是我帮你，是你本来就够格。你以前在事务所做的那些项目我都看过，你比很多人在这个领域里强。我只是帮你把门打开，走不走是你的事。我低头看着面前那杯已经喝了一半的水，水面映着烛火的倒影，一小团橘黄色的光点在页面上微微晃动着。好，我听见自己的声音说，我去。抬头的时候，陆恒的嘴角弯了一下，那个弧度很浅，但我看清楚了。他端起自己那杯水，朝我举了举，那祝你新的开始。我也端起来跟他碰了碰，杯子碰撞发出清脆的一声响，烛火在玻璃罩里晃了一下，又恢复了平稳。后面的日子过得比我想象的快，签合同、办签证，陆恒那边帮我找了巴黎一间小公寓，钥匙通过国际快递寄过来。临走前一晚，我把自己那点东西重新装进了旅行袋，比来的时候多了一本书和一张陆恒给的名片，其他东西一样没多。那本存折上的数字在几周前刚增加了一笔陆恒预付的签约金，够我在巴黎安顿下来的头几个月开销。走的那天，他送我到机场，在出发大厅门口，他帮我把旅行袋从后备箱拎出来，放在推车上，然后直起身看着我，晨光从他的背后照过来，把他的轮廓镀了一层浅浅的金色。到了发个消息，他说合同上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好。我推着车往出发大厅里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他还站在原地，一只手插在裤袋里，另一只手朝我抬了一下，很轻的幅度，像是在说走吧。我转过身继续往前走。办完托运，过了安检，我在候机厅的落地窗前站了一会儿。清晨的阳光从大玻璃窗外照进来，把候机厅的地砖照成亮晶晶的一大片。远处停机坪上有一架飞机正在滑行，尾翼上的标志在晨光里闪着光。我低头看了看自己手里那张登机牌，目的地那一栏印着 Paris CDG， 旁边是一串我看不太懂的代码。广播响了，我转身往登机口走，穿过那片亮晶晶的阳光的时候，脚边的影子被拉得长长的，在地砖上跟着我一起往前走。登机之后找到座位坐下来，舷窗外能看到地勤人员在给飞机做最后的检查和行李装载。我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之前，最后看了一眼屏幕，有一条新消息，是周淮安那个号码，我之前拉黑了他，但那条消息以来自可能联系人的方式还是挤了进来。你拉黑我了，你人在哪？妈说你去找律师了。陈宁，你回个话。我没有回。长按对话框，点了删除。飞机开始滑行，引擎轰鸣声渐渐升高，推背感把身体按进座椅里。舷窗外的地面开始后退、加速、倾斜，然后整片城市在视野里迅速缩小，变成棋盘格一样的色块，再被一层薄薄的云纱遮住，最后完全消失在白色的云层下面。我靠着椅背看着窗外的云层，感觉到自己胸腔里那颗心跳的比平时快一点，但呼吸很稳。10个小时之后，飞机降落在戴高乐机场。巴黎的秋天跟北京不太一样，空气是湿的，带着一种绵绵的凉意，不是那种干冷干冷扎进骨头里的。我下了飞机，坐 Vr 进市区的时候，
车厢窗外掠过大片的田野和远处灰蒙蒙的天际线，偶尔能看见一排排整齐的梧桐树在晨雾里模糊成一片毛茸茸的暗绿色轮廓。陆恒安排的那个公寓在15区，一栋老式奥斯曼建筑的6楼，电梯小而窄，每次只能容纳2个人加2件小行李箱。公寓不大，但光线很好，朝南的窗户正对着一条安静的街道和一排修剪得整齐的栗树。客厅的墙上刷着淡淡的米白色乳胶漆，地板是浅色的橡木拼花，踩上去的时候会发出轻微的吱呀声。我到的第一天，把旅行袋里的东西整理出来之后就出门了。楼下的面包店还开着，我买了一个可颂，一杯咖啡，坐在门口那张小小的铁艺桌旁边吃完了早餐。可颂外层酥脆，内里绵软，层层黄油香在嘴里散开。我端着咖啡杯，看着对面那排栗树在晨光里投下细密的影子，落叶在风里打着旋落在人行道上。那是我在巴黎的第一顿早餐。项目对接比我想象的顺利，陆恒那边的前期沟通已经做得很充分了。我到了之后，只需要跟法国那边的合作方把最后几项条款敲定，走一下内部流程就可以正式启动。法国那边的对接人是个个子不高的女人，叫克安，说话的时候语速很快，但每次我说不好意思，请您慢一点的时候，她都会放慢下来等我。第一周基本上在熟悉文件和开会中度过。每天晚上回到公寓的时候，天都黑了，我煮一碗面或者热一杯牛奶，坐在窗前看着楼下街道上亮起的路灯和偶尔经过的行人。巴黎的夜晚跟北京和宜兰都不一样，那种温度是湿漉漉的，隔着玻璃也能感觉到外面空气里那种细密的水汽在夜色里浮动。大约到巴黎的第3周，有一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忽然一阵恶心翻上来，那股感觉来得毫无预兆。我刚从床上坐起来准备去洗漱，胃里就猛地一阵翻涌，我捂住嘴冲向洗手间，弯着腰对着洗脸池干呕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我直起身，对着镜子看着自己有点泛白的脸，脑子里慢慢浮起来一个念头。那个念头浮起来的时候，我的手指在洗脸池边缘攥紧了一下，又慢慢松开了。那天下午，我找了一家附近的药局，买了一样东西带回公寓。在洗手间里看着那根验孕棒上的2条线慢慢显出来，变清晰，定格在那里的整个过程中，我靠着洗手台站着，手心里握着那根塑料棒，指节微微泛白，2条线清晰的不能再清晰。我在那里站了大概有2分钟。窗外的巴黎午后阳光从洗手间的小窗照进来，落在盥洗台边缘，把那根验孕棒上那2条线的颜色照得格外分明。我把它放在台面上，洗了手，走出去，在客厅沙发上坐下。窗外的栗树叶子在风里哗哗地响着，远处有一阵歌哨声从屋顶上方飘下来，悠长而平稳。我靠着沙发背，手搭在仍然平坦的小腹上，感觉到那个位置没有任何异样的感觉，没有隆起，没有跳动，没有任何信号，但我知道那里正在发生什么。我在沙发上坐了很久，久到窗外的光从午后的金黄变成了傍晚的橘红。最后我站起来，走到书桌前，拿起手机拨了陆恒的号码。阿宁，他接得很快，声音里带着一点工作间隙被打扰的意外。巴黎那边还顺利吗？陆恒，我有件事要跟你说。你说。我站在书桌前，手指搭在桌面的边缘，
指尖能感觉到木质的纹路在掌心里微微凸起。我怀孕了，刚到巴黎没多久发现的。孩子，我没有说下去。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然后陆恒的声音重新响起来，没有那种我预想的震惊或者为难的沉默，而是用一种很稳的，像是在说一件他已经想好了该怎么接的事情的语气开了口。你打算怎么办？我想生下来。好，那就生。你身体有没有不舒服？要不要我帮你联系那边靠谱的妇产医院？我拿着手机站在书桌前，窗外的暮色已经沉淀成一种深蓝里透着橘的过渡色。你不问我孩子是谁的？你前夫的？那又怎样？他的语气依然很平。孩子是你的，你决定要，那就是你的。我只是想问你需要什么帮助，不是来问这个孩子该不该留的。那天晚上的电话打了大概半个多小时，挂了之后，我站在窗前，看着巴黎的夜色在窗外慢慢的凝聚起来。路灯亮起来了，暖黄色的光透过栗树叶子的缝隙落在人行道上，像碎金一样散了一地。我伸手碰了碰窗玻璃，凉的，那层凉意从指尖传上来，但又很快被屋里暖气的温度化掉了。第二周，我去了一家公立妇产医院，做了正式的产检。医生是个头发花白的法国老太太，说着一口带着浓重南部口音的法语。在我对着 B 超屏幕看到那个小小的正在跳动的光点的时候，她在旁边说了句一切正常，发育的符合周数。那个光点很小，在灰白色的屏幕上像一颗微微颤动的星星，但它跳得很有力、规律而稳定。回到公寓之后，我坐在沙发上，把那张 B 超单压在茶几的玻璃板下面。纸面上那个小小的弧形轮廓在灯光里泛着柔和的灰白的光。那天晚上，我跟科尔发了消息，说我可能要调整一下工作安排。他很快就回了：恭喜你，和你的事情重要，项目进度我们可以商量。陆恒那边第二天就帮我联系好了一家离公寓比较近的私立妇产诊所，说那里有会说英语的医生，方便沟通。时间就像巴黎秋天那种绵密的细雨一样，安静地往前淌着。孕早期那些恶心和疲倦，我慢慢摸索出了应对的方式。早上起来先吃2片干面包再下床，午间小睡半小时，把工作量大的会议安排在精神状态好的时间段。科尔察觉到之后，把一部分需要长时间集中注意力的文字工作帮我分担了过去，什么都没说，只是每次交接文件的时候都多问一句：你还好吗？肚子是在第5个月左右开始能看出来的。先是早上起床照镜子的时候，发现小腹的弧度变得圆润了，然后穿之前的外套的时候，扣子开始有点紧了。有天傍晚，我在楼下散步的时候，路过一家童装店，橱窗里挂着一件浅蓝色的连体衣和一双白色的软底小鞋子。我停下来多看了几眼，然后推门走了进去。出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个小纸袋，里面装着那件浅蓝色的连体衣，还有一顶巴掌大的针织帽，奶白色的，帽顶上缀着一颗小小的毛线球。我拎着那个纸袋走在巴黎暮色里的街道上，路灯在头顶依次亮起来，在湿润的空气里晕开一圈一圈暖黄的光。那时候我在巴黎已经待了快6个月了，而那根验孕棒上的2条线，那张 B 超单上的小光点，肚子里那个正在一天天长大的存在，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把一个曾经被定义成不结果的树的女人，悄悄地、不可逆地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孕中期快要结束的时候，陆恒有次来巴黎出差，
顺道来看我。他到的那个下午，我刚从产检回来，手里拿着最新的一张 B 超单，上面那个小人的轮廓已经清晰多了，能看见蜷着的四肢和小小的圆脑袋。我把单子给他看的时候，他低头看了很久，然后伸手点了点图片上那个模糊的小手掌，说了一句：“这个轮廓跟你有点像。”你怎么看出来的？说不清，就是觉得。他把单子还给我，在沙发上坐下来。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我愣了一下。回去？回北京？他抬头看着我。项目已经收尾了，你也该回去了吧？还是想在巴黎生？这个问题我之前想过，但没有细想。在巴黎生的话，一切都会更陌生，医疗系统、语言、坐月子的习惯。但好处是，这个城市没有那些过去的东西，没有那条被我蹲着刷过3年瓷砖的走廊，没有那张被拍过检查单的茶几，也没有那个在客厅里低头碾沙发的人。但如果回去的话，我想了想，那个念头像一颗被风吹了很久的种子，终于在某片湿润的泥土上落了地。我想回去，不是回以前那个地方，是回去重新开始。你之前说的那个城市，我想试试。陆恒看了我几秒，然后点了点头。行，那我帮你安排。陆恒，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他靠在沙发背上，窗外的巴黎暮色从落地窗透进来，在他侧脸上投下一片柔和的光影。他想了片刻，开口的时候声音很轻。大学的时候有一次你坐我前面，那年冬天你感冒了，下课后你趴在桌子上睡着了，我走的时候你的围巾掉在地上，我捡起来挂在你椅背上。后来我一直记得那个画面，你趴在那儿睡着的时候，头发散在胳膊上，呼吸很轻。那时候我就觉得，以后如果有机会能帮到你，我会帮。客厅里安静了一会儿，窗外的栗树叶子在风里发出细碎而均匀的声响，像一场远处的小雨落在屋顶上。我端着水杯喝了一口，温水的热度从喉咙滑下去。谢谢你。不谢。他站起来，走吧，楼下那家餐馆的烤鸡还不错，我请你吃饭。那个晚上我们在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小餐馆吃了饭，烤鸡外皮焦脆，配了烤土豆和一小份沙拉。餐后甜点是焦糖布丁，脆脆的焦糖表层被勺子敲碎的时候发出清脆的咔的一声。陆恒没有再多说什么煽情的话，只是偶尔给我夹一块鸡肉，或者把水杯往我手边推进一点。窗外的巴黎夜色在餐桌旁边安静地亮着，路灯在湿润的空气里晕开一圈一圈暖黄的光晕。离开巴黎的那天是个阴天，云层低低地压在城市上空，但飞机起飞之后穿过了云层，上面是另一片开阔无边的澄澈的蓝天。我靠着舷窗看着那片蓝色的天，手搭在隆起的肚子上，感觉到里面的小东西正在轻轻地蠕动，像是也知道正在移动，正在换地方一样。12个小时之后，飞机降落在了北京机场。陆恒替我安排的那套公寓在东边一个安静的街区，2室1厅，装修简洁。客厅朝南的窗户外能看见一条种满国槐的街道。我搬进去的时候已经是11月初了，街道上的国槐叶子黄了大半，风一吹就簌簌地往下落，铺了满地碎金一样的落叶。安顿下来的速度比上次在巴黎快了很多，大概是有了经验，也有了一整套生活流程在心里。我联系了北京这边的妇幼医院，约好了后续产检的医生，
把从巴黎带回来的那些 B 超单按时间顺序排好，加进了一个崭新的文件夹里。白天花点时间处理陆恒那边剩余的收尾工作，傍晚到楼下街道上散步，槐树的落叶踩在脚下发出细碎的沙沙声响。日子过得有条不紊，肚子随着冬天的深入而变得越来越明显。到12月初的时候，穿厚外套已经遮不住那个圆润的弧度了。我去医院做常规产检的时候，护士会笑着说：“快了吧？”我点头，手附在肚子上，感觉到里面那个小东西正用小小的脚掌蹬着我的腹腔内壁，稳稳的，有力的。最后一次产检的日期是12月中旬，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天北京忽然下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雪。我穿着厚羽绒服，戴着围巾，打车去了医院。停车场满了，出租车在门口放我下来。我裹紧外套，穿过门诊大厅，往妇产科的电梯方向走。电梯门打开的时候，里面站着一个人。他穿着深灰色的羽绒服，头发比半年前短了一些，脸颊的轮廓变得更加锋利，颧骨几乎要从薄薄的皮肤下面戳出来。他手里攥着一张对折了的纸，纸页的边缘被他攥出了褶皱，指节发白，嘴唇干得起了一层细白的皮。他站在电梯里，垂着眼看地面，像是没有注意到电梯门开了。我在电梯门外站住了，他大概是等了2秒才察觉到电梯门一直开着，抬起了头。我们的目光对上的那一瞬间，他脸上的表情像是被什么东西从内部击碎了。那双以前总是习惯性往下飘的、回避的、不愿意多看一眼的眼睛，此刻死死地定在了我身上，然后缓慢地、不可置信地从我的脸慢慢往下移，移到了我的肚子。那个被厚羽绒服裹着但仍然明显隆起的、圆润的、正在孕育着什么的弧线上。他手里的那张纸啪嗒一声掉在了电梯轿厢的地面上，飘落的过程里，纸页展开了一瞬，我能看见上面印着的排版跟当年那张被拍在茶几上的检查单几乎一样，同样的医疗机构名称，同样的宋体字，同样的结论栏。陈宁，他的声音像从嗓子里面挤出来的一截断掉的线头。你怀了？我站在电梯门外，看着他那张因为惊愕、慌乱、难以置信而扭曲成一团的脸。他低头看了一眼地上那张飘落的纸，又抬头看了一眼我的肚子，然后又低头看了一眼那张纸。那个循环他做了大概3次，像是大脑拒绝接受这个画面的含义。你来看男科？我问。他没有回答。他弯腰去捡那张纸的时候，手在抖，捡了2次才把纸页捏住。站起来的时候，整个人靠在电梯的箱壁上，嘴唇翕动着，像一条被搁浅在岸上的鱼。你离婚之后跟别人怀的？跟你没关系了。我的声音比我想象的平，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一样。周淮安，你妈如果看见这张单子，应该不会再把他儿子的问题推给别人了。他的脸白得像电梯箱壁的颜色。他张开嘴想说点什么，但喉咙里只有气音，像一台用尽了墨水的打印机在空转。电梯门因为太久没有关闭而发出滴滴的提示音。走廊里有人从旁边经过，好奇地看了我们一眼。我侧身从他旁边走进了电梯。电梯门在我身后慢慢合拢，在完全关闭之前的那一瞬间，我余光里看见他仍然靠在电梯的箱壁上，手里攥着那张纸，纸节白得像冬天里挂霜的树枝，整个人缩成了一道萎顿的灰败的影子。电梯上行，我靠着电梯壁，
手搭在肚子上。里面那个小东西大概是感觉到了电梯上升的失重感，轻轻地蹬了一下我的手掌心，像是在确认妈妈还在。在，我低头轻声说，都在。电梯到了妇产科所在的楼层，门打开，我走出去，走廊里有别的孕妇和家人一起走着，有人手里拿着 B 超单，有人推着婴儿车，有人在打电话说着生了生了。我汇入那些人流里，往诊室的方向走。阳光从走廊尽头的窗户照进来，在地砖上落了一长条亮晶晶的暖金色。我踩着那片光往前走，外套的下摆随着脚步轻轻摆动，影子里那个隆起的弧线也跟着一起晃动着。在诊室门口坐下来等待叫号的时候，我拿出手机给陆恒发了一条消息，刚到，等着呢。他过了几秒回，好，出来了跟我说。我把手机放回口袋里，靠着候诊区的椅背，手搭在肚子上。窗外的雪还在下，细密的白色颗粒在灰白色的天幕里旋转着下落，落在窗台上激起薄薄的一层。隔壁座位的孕妇正在跟她丈夫说话，男的轻轻握着她的手，两个人凑在一起看手机上的育儿攻略。我看着他们，没有觉得羡慕，也没有觉得什么特别的感觉，就只是看着，像看着这个医院里每天都在发生的无数个寻常而具体的瞬间中的一个。叫到我的号了，我站起来走进诊室，把文件夹递给医生的时候，我低头看了一眼封面上那张我用手写的标签，上面写着孕期记录陈宁。医生翻开看了几页，抬头看了我一眼，一切都很稳定，不用担心。他在记录本上写了一行什么，然后把文件夹合上递回给我，下个月再来看一次，没什么问题的话就等着发动了。好，谢谢医生。走出来的时候，我路过走廊尽头那扇窗户，外面的雪比刚才又密了一些。我站了一小会儿，看着那些雪花旋转着落在窗台和路边，忽然觉得这个冬天其实也没那么冷。孩子出生那天是次年的1月底，北京最冷的时节，窗外北风呜咽着刮了一整夜，但产房里暖气足。我躺在产床上，全部的注意力都在每一次宫缩的节奏和助产士的引导上。那间产房的灯光是暖白色的，墙壁刷了浅粉色，对面墙上挂着一幅卡通小动物的画框，一只考拉抱着桉树叶在傻笑。我在每一次阵痛来临的时候盯着那只考拉，数它的毛，数它爪子上有几根指头，数它头顶那撮毛翘起来的弧度。等到最后那一阵排山倒海一般的推力过去之后，我听到了一声细细的带着水汽的啼哭，像是有什么东西终于从深海里浮出了水面。助产士把那个裹在襁褓里的小身体放在我胸口的时候，我低头看见了那张皱巴巴的通红的小脸，他的眼睛半睁着，睫毛湿漉漉的，嘴唇像一颗还没完全展开的花苞。我伸手碰了碰他的脸颊，他的头微微转了转，朝我的方向偏了偏。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带着一种陌生的沙哑的柔软，你好啊。我的手机搁在床头柜上，屏幕亮着，显示着一条新消息，是陆恒发来的，生了吗？我没有立刻回。我低头看着胸前那个小东西，他正在用那种新生儿特有的细细的像小猫叫一样的声音哼哼着，小手攥成了拳头，搁在耳朵旁边。产房的灯光从上面照下来，在他湿润的头发上反射出细碎的光点，像撒了一层碎金。过了一会儿，我伸手拿过手机，打了几个字，生了。
女孩。发送。那边很快就回了，叫什么？我看着怀里那个正在慢慢安定下来的小脸，想了想，陈念，好名字。你好好休息，我明天过来看你们。我把手机放回去，重新低头看着怀里这个叫陈念的小东西。他的呼吸已经平稳下来了，长长的睫毛在眼睑上投出2小片弧形的阴影。外面的北风还在刮着，但隔着这间产房厚厚的墙壁，那风声变成了一种低低的模糊的背景音，像远处大海的潮汐在不紧不慢地推送着自己的节奏。护士来把他接过去称体重量身长的时候，我短暂地空了一下手。床单上还留着刚才被汗浸湿的余温，我靠在枕头上，看着护士把他放在那台小小的秤上时，他挥了一下小拳头，不知道是因为不高兴还是因为单纯想挥一下。护士把他裹好放回我身边的时候，他打了一个小小的哈欠，嘴巴张成圆圆的形状，然后又缩回去了。窗外的天色已经从深蓝变成了浅灰，产房墙上的灯光把那一小片空间照得温暖而安宁。我侧过头，看着他那张正在慢慢舒展开的小脸，鼻梁挺的，嘴唇的轮廓柔和，睫毛长，眉毛淡淡的几乎看不清。他的五官还缩着，还没有完全打开，但已经能看出大致的方向了。我把手掌轻轻附在他的后背上，隔着薄薄的棉布襁褓，感觉到他脊椎的细小起伏，随着呼吸一起一落。那只考拉的卡通画还在对面的墙上安静地挂着，圆圆的黑色眼睛朝这边看着，像在说欢迎来到这个世界。我在晨光里闭上了眼。陈念满月那天，北京的冬天已经走到了尾巴上。楼下的国槐还光着枝桠，但枝条最尖端已经冒出了极小的嫩绿色的芽点，被薄薄的阳光照着，像一排排细小的惊叹号。那天我收到了一个快递，寄件人没有署名。拆开之后，里面是一本崭新的存折和一封信。存折的户名是我，开户日期是最近几天的，里面有一笔数额不大但足够诚意的钱。信是手写的，字迹很端正，像是练了很久才落笔。信的内容不长，开头写了陈宁，下面空了一行，才开始正文。大意是说他那次在医院做检查确诊了，问题确实出在他身上。他母亲后来知道了，坐在客厅里哭了很久。他说他已经搬出来自己住了，他母亲也是一个人过，房子卖了一半，钱分了，他拿了本分。他在信的最后写道：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觉得欠你一个说法。你以前跟我说的那句话说对了，人应该自己查一查再下结论。祝你以后都好。我把信看完，折好放回了信封里。陈念在我身后的婴儿床里醒了过来，开始发出那种细细的准备要哭的哼唧声。我走过去把他抱起来，搂在怀里踱到窗边。他的小脸贴着我的肩膀，慢慢的安静下来，小手攥着我睡衣的领口，攥得紧紧的。窗外的阳光从国槐那些刚冒出来的小芽点中间透过来，落在窗台上，暖融融的一片。楼下有邻居在遛狗，狗链上的铃铛叮叮当当的，由远及近，又由远。远处的楼群在薄薄的晨雾里显出灰色的轮廓，楼与楼之间的缝隙里露出一线淡蓝色的天。我抱着陈念在窗边站了一会儿，低头看了看他攥着我领口的那只小手，指甲盖小小的，粉粉的，指尖的纹路细密而完整。他的呼吸均匀地浮在我的脖颈上，暖暖的，带着淡淡的奶香气。
我亲了亲他的发顶，把他往怀里拢了拢，然后转身走回了客厅。茶几上那封还没有收起来的信安静地摊开着，纸页被窗外的光照得微微发亮。我把它折好，放回了信封里，没有再看一遍，也没有收进抽屉里，就那么让它靠在茶几角落那盆绿萝的花盆旁边，像一个已经抵达了目的地的、不再需要被打开的信封。厨房里烧水壶响了，我抱着孩子走过去，一只手拧开水龙头，接了半壶水，重新放回底座上，按下开关。水壶重新开始加热，发出滴滴的嗡鸣声。窗外的光越来越亮了，把厨房的小窗格照成一片温润的白灿灿的方框。我站在那方框的光里，怀里抱着一个温热的、正在安稳呼吸的小生命，听着水烧开的咕噜声从壶底浮上来，越来越密，越来越响，直到最后咔嗒一声跳闸。我拿起水壶，给自己倒了一杯热水，杯子在掌心里温热的传递着，白气从杯口袅袅的升起来，在晨光里散成看不见的细雾。客厅里传来陈念又一声细细的哼唧。我把杯子放在台面上，转身走回客厅，在沙发上坐下来，重新把它搂好。他在睡梦里伸出手碰了一下我的下巴，然后又缩回去了，小手蜷成了那个熟悉的拳头形状。我靠着沙发靠背，看着窗外那片越来越亮的、正在慢慢变暖的冬日晨光落在茶几绿萝的叶片上，把那些深绿色的叶脉照成半透明的琥珀一样的质地。杯子里的水还在冒着白气。全文完。